他调换的那个真皇子，并没有死，他活到了现在，正坐在你面前。咽喉肿痛，痛快出击！3金牌桂林西瓜霜含片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我们已经在林中困了好几天了，缺吃少喝的。这饼还有一些，但水只有这么小半袋了。 你乖乖等阿娘，阿娘要去谈点事情。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。”蓝大人何时启程？越快越好，每耽搁一天，便多一份风险。原来我和蓝大人早就认识，原来一切都是因此而起。 到家啦！快走！是玄机，他来干什么？一定是干赵蛮来的。但是此事我只密报了太后，她怎么会知道？下面就看你们2个人的本事了。看样子，来者不善。 在那儿，你快去报信，我去拦住他们。可是大人，快跑！快走！蓝大人，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 苦若，你记得阿娘的心病吗？阿娘把心病藏在了水面之下。如果有一天，你想知道阿娘是谁，都做过什么，你就去找到她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玩一次捉迷藏，好不好呀？就像阿娘这样，如果你赢了。 阿娘就给你买好多的蜜饯，怎么样？还有这个，你一定要藏好。镜花水月树就是为了去除心病，手给阿娘，把眼睛给盖住。阿娘要藏起来了。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追！阿娘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 阿娘不要
娘要你，阿娘要你，阿娘没有抛弃我们，阿娘爱我们，阿娘爱我们。张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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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张平，张平，醒了。没事吧？我阿娘是好人，我的族人都是好人。阿娘没有抛弃我，阿娘是为了救我而死。好了，张平，这圣壶是做什么用的？没什么用途，是象征着敬畏自然的本性。我们部族世代研习医术，治病救人。镜花水月术也只是一种去除性命的艺术。我阿娘当时一定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也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给她做镜花水月了。她为什么还要嘱咐我去水下面找她的心病？你阿娘既然说过此话，一定意有所指。但是这心病不在心中，会在哪儿呢？淑林当年也在此处落脚，我却从未对他有过戒心。找找吧，若说他有什么秘密，最可能藏在此处。是。阿娘的心病是什么？阿娘把心病藏在水面之下了。难道心病就藏在真正的水面下面？快，快给张平帮忙！是。大人，这儿什么都没有啊，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张平，你是不是理解错了？石头，这好像有东西，拿来。大人，给我。玉蝶。严父，他果然调查过我。皇子出生的玉蝶，为何会在这里？庆丰15年，难道玉蝶上的皇子就是当今圣上？
配置都已经查到了。是。10年前我进京，的确不是为了赶考。接近你，起初也是另有所图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查摩罗村的案子。你到底是谁？10年了，也该揭开真相了。这就是我家。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，一定会在这里。这屋里怎么那么乱？像是被谁翻过一样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阿娘给我量的身高。怎么还记2个？我记得家里好像有个哥哥，但是他从来不跟我玩，总是坐在房间里安静的看书。这是我的小名，苦若，在族语里是小狗的意思。可是他为什么叫小龙呢？小龙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摩罗村的习惯。村子里所有的小孩都叫小猫、小狗之类的，这样子的话好养活。可是小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30年前，太后用回声阵调包皇子。我想起来了，小龙在我们族语里的发音是“清章”。什么？只是被他调换的那个真皇子，并没有死，他活到了现在，正坐在你面前。此事还要从张平说起。彼时张平的阿娘因会镜花水月术，被玄机从摩洛村强行调至周景科，成了明周今生。阿娘有写手札的习惯，说不定会记下什么。还会藏在这里。庆丰15年元月，圣上和李妃为救小皇子，请玄机为其布下回声阵法。
术法施了2天2夜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小皇子当真又活过来了。施术结束，离去之时，我发现玄机抱着一个婴儿，形迹可疑地离去。接下来阿娘写道，她一路跟踪，终于明白，玄机其实是将小皇子调了包，他把小皇子带到云霄山上，想把奄奄一息的小皇子和这个秘密永远地埋在地下。小王子，你别怪我呀。或许真的是真龙显灵，上天庇佑。就在玄机要掩埋小皇子前，瞬间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玄机心虚逃窜了。那一刻，张平的阿娘只觉得我是个无辜的孩童。她于心不忍，便连夜带着我逃出京城。赶往远在南方秘境中的摩洛村。一路上，他用草药维系我的性命，对我悉心照料。回到村中，又经族长治疗。不知是医术神奇，还是我命不该绝。我的病竟奇迹般的被治好了。后来，她便成了我的干娘。10年转瞬而过，我也长成了少年。干娘见我终日以书为伴，聪颖好学，或许她觉得我终究是名皇子，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。于是便把我的身世告知于我，欲将我带回京城。只是以他的善良，绝对想不到，当年调包皇子是太后密令玄机所为。他一直觉得，当年是玄机受命为我施术回生，却力不从心，又怕先皇降罪，才私自用假皇子与我调了包。干娘询问我的选择，你想见你的亲生母亲吗？少年的我心高气傲，当然想回到京城，也想去见见我亲生的母亲。她便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告诉我，事关重大，不能贸然行事。她会先去京城，找最负清正之名的兰陵大人商议。第2日，
他本想独自前去，却招架不住张平的哭闹，带着他一同出发了。我心心念念，等啊等啊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……后面的事情也不难猜了。当年我阿娘去京城找老兰大人，应该就是想帮顾清章回到太后身边。出于臣子本分，你父亲觉得应该尽快接皇子回朝，所以当他得知消息，便立刻入宫，亲口密报太后。而那时先皇驾崩不久，李氏凭着诞下先皇唯一的子嗣，登上了太后的宝座。此事一旦泄露，他将成为千古罪人。初尝到权力的滋味，自然不甘心失去所有，所以，他下了密令，让玄机跟踪老兰大人前来屠村，要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摩罗村的知情者全部杀死。直到你父亲被玄机绑回京城，他才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太后的阴谋。我父亲满清忠贞，竟被太后如此利用。不止如此，裴志，你可曾想过，若当年你父亲不曾通敌，那又是谁泄露了军情？军中朝政我都查过，但一无所获。你自然是查不到，因为此事是太后亲心所为。可太后呢？她怕引起众怒，牵连自己，便把这罪名转嫁到了你父亲头上。那他也不会认下这通敌叛国的千古罪名啊！你以为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太后以你的性命为筹码，你父亲除了心甘情愿认下这罪名，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来福85口人，摩勒村全族，周景科的知情者，他残害了这么多条性命，却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贪婪与权欲。所以我此次回京，几番筹谋，就是为了要向太后复仇。书林，你可有计划？在千秋一大典上揭露太后罪行，让她在权力之巅瞬间跌落。当年他为了权力牺牲了我倒要让他看看，他最在意的东西，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玩物，你随意戏弄。我要让那些愚蠢之辈为了这虚妄的权利
争个头破血流，你死我活。届时一定会天下大乱，什么权力，什么地位，一切都会幻灭。这场戏不好看吗？我不仅要看，我还要邀他一起看。裴之，你我相知一场，我正是邀你与我共赴盛会。你若想好了，别来宫中寻我。镜湖先生已是过去，从明日起，我便是含元殿中专门为太后治疗烧伤的顾太医。得亏你找到族中的药方，治这胀气还真管用。啊，这下南征军有救了。族中的药方都是用族语写的，我把军中用的上的都抄了一份。单日兵拿走吧。你执意要走，我便不留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我在京城等你们凯旋。张平，你回京后如何打算？